唐长老，我给你3招的时间思考，3招之内，暗河仍愿意和唐门成为朋友；3招之后，那便见一见生死。 苏沐雨来了。 唐门的人可真有意思啊！打人之前要先喊一声，暗器都用得这么光明正大。喊与不喊，一样有信心打败你。苏沐雨，你可算是来了。雪薇被他们抓走了。 他们抓走雪薇做什么？好像是要她身上什么毒。回去再说。休想离开！我们的另一个同伴，唐门最好确保他安然无恙。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我们根本无法阻止这位 苏家家主在我们面前做他任何想做的事。死了？呸！不吉利。 我就是太累了，我可是堂堂一家之主，哪那么容易死啊？青阳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雪薇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雪薇被人抓走了，抓走她的人就是苏家主之前说过的那个炼制药人的医者。诡异夜鸦，他果然也来了这锦城，还真是有趣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先要想办法救出雪薇才是。 那个夜鸦抓走雪薇，一定是因为她身上的剧毒。以他的手段，雪薇必定受尽折磨，而且他们2人此刻也必然就在这唐门之中。看来我们的提亲得暂且搁置了，得先去唐门探探究竟。在锦城之中，你居然还能让他跑了？暗河的出现。 让本就已经落停的棋局有了新的变化，先得稳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可是尊师，穆雪薇如今在叶押手里，叶押先生，这里是唐门，我们需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吗？若还想做什么，让他3天之内做完，把穆雪薇完好无损的交出来。谨遵尊师之命。 孙氏千万小心呐！听说暗河的苏昌河不是一个好相遇的对手。据说他善于心机，万事利为先。我不怕这样的人，我只怕讲道理。毕竟我也是苏昌河这样的人，只不过他比我幸运，坐上了暗河头把交椅。 不过很快，唐门这把椅子也轮到我坐了。
师兄啊，师兄，这便是师父当年曾经说过的毒人呢。我寻遍了整个天下，都不曾让我遇见过一个。可谁曾想，在这锦城之中，居然让我遇见了。你说这毒人，再配上我的药人之术，该是多么可怕的存在！师兄，若论医术，你确实比我高许多，但论鬼术，你可远比不上我。师兄看，这两个药人，生前便是金刚梵境的高手，被炼制成药人之后，更是不死不伤的存在。如今我通过这毒花身上的毒，将他们炼就成浑身是毒的毒药人，被他们打一下，那么逍遥之下，皆活不过一炷香的时间。你我去地牢看看那小子啊！你们在这守着，有异动立刻唤我，啊！小心点啊！是唐天禄。若打起来，必然会引来所有唐门弟子，得想个办法引他们离开。这个，便交给我吧，我顺带去把唐莲院那个小徒弟救出来，毕竟他还要唤我们雨墨一声师娘呢。小心啊！谁？你们看好这里！孙影珠。宇哥，想必这便是那边月天蚕所致。怎么才能救下他？用火纹珠试试。这，可笑啊！冰月天蚕乃是天下奇物，就凭你的火纹珠，还想解开唐莲月身上的冰寒，真是异想天开呀！啊！炎魔掌，早知道多带几个人过来。这里是锦城，在锦城和唐门作对，大家长，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人多吗？胜者为王，人多便能胜过我吗？苏家主确实是一个不断能给人惊喜的人。这暗器上有剧毒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已经太晚了。废话真多，也让你体会一下不得言行的痛苦。不晚不晚，我来的还是很及时的。神医，哲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收到了我那药王小师侄的求救，他也被困在了唐门之中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让我瞧瞧你的脉象如何。这毒是雪薇姑娘身上的，莫非她出事了？他之前被叶芽带走了。果然如此，我那被逐出师门的小师侄心术不正，却是绝顶聪明。一个几近完美的毒人落在他手上，
确实能将他体内的毒取出来，用在其他用途之上。这毒不好解，你先服下药丸压制，等离开此地，我再为你解毒。多谢神医。白神医，你可有法子救下唐连月？冰月天蚕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解？我试试阿火。蛇应该是吃蚕的吧？大概是吃的。阿火又是什么种类的蛇？凤仙火蛇。那这就是阿火啦。阿火可没有小青听话，知道叫他出来没好事，都不肯干活了。这就对了啊，干活干活。这屋子似乎没有方才那么寒冷了。是啊，而且在一点点的变暖。若是有天海炎珠在，此刻唐连月便已经能恢复正常了。这阿火虽说也是比较珍贵的炎性奇蛇，想要用它的火来解掉这里的寒，至少需要2个时辰，但也只能恢复正常，暂时还无法恢复意识。只可惜你们不会再有这个时间了。当暴雨梨花针的匣口对着你的时候，小心！你便已经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早来巡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夜影宗府邸大火，国丈爷义卜被烧死了。义卜死了？是。火势非常大，整个国丈府都烧没了，死伤无数。也就是说，影宗从昨夜起便不复存在了。用做的这么决绝吗？唉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更何况他一直都不喜欢义卜。真的是他做的吗？昨天有密报传到宫中，说他昨晚并不在自己府中。做的这么决绝，倒不似他的做事风格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王爷，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罢了，说是失火，那便是失火吧，交给大理寺处理一下。遵旨。宣妃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七皇子殿下便进宫了，现在想必宣妃娘娘也该知道了。
为什么暗河会帮助我们覆灭影宗？你认为是我找的暗河？之前他们对我的刺杀都是铺垫出来的假象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天启城的人都会认为影宗的覆灭与你有关，而你的那位兄长也会这么认为的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。可我不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我会成为朋友啊？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以说是义布他自己作茧自缚。暗河的苏昌河和苏沐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们说要改变暗河，我觉得这不是大话。他们已经斩断了身上所有的丝线，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，剩下的枷锁就只是人言与偏见了。可这才是最难的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苏沐雨，苏沐雨，咱们一起去听曲儿啊！苏，此去一别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天启城。希望再次回来之时，能真正心无旁骛地走在长街之上吧。是心无旁骛的走在月芳之中吧？那是你父亲所想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又在开这俗的玩笑。昌河，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吧？你那也叫理想？别人的理想都是当为国为民的大将军，或者是拯救苍生的剑侠客。你，唉，你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啊。那你呢？你的理想可以被称为理想吗？那是自然。我不仅要带领暗河走到那阳光之下，我更要成为那光芒。好，那我便做你的剑。驾！那我就为你们疗伤吧。要是医不好的话，就只能让我爹给你们搜丝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。这里便是家园了，怎么看起来有些寻常？所谓家园，本就应该寻常，不是吗？哼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。你不是说很快就会来找我的吗？怎么很快就变成了很多年？是啊，一过便是很多年了。对了，这是昌河，如今的暗河大家长。我是昌河，是苏沐雨最好的兄弟，以后你叫我昌河大哥就行。这是昭妍，萧昭妍，自小我俩一块在无间城长大，算是我妹妹。沐雨哥哥，我咋觉得你这像是在做媒呢？我刚刚打趣他，他现在在报复我呢。哎呀，暗河一年赚那么多银子，结果所谓的家园就是一个穷村子，这老爷子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？我们这里餐餐有肉，顿顿有酒，怎么就穷了？我看你就是没有见过真正的穷。从这里以外，在17里的那个村子，他们那些人吃顿白米饭就算是过年了。你别理他，穷惯了，突然有钱就这样。哎，什么叫突然有钱啊？你忘了那南安城地下埋了一地的白银？我觉得我们这儿挺好的，不要你的银子。你知道，我们这里
都住着些什么人吗？我自然知道，都是些和暗河有关，但是又不想陷入江湖纷争的人。昭言，这里有客人呢。席墨叔叔，快请坐。赵岩，去给叔叔倒杯茶。好。苏昌河，苏沐雨，是苏家人。敢问前辈贵姓？我与你们同姓，只是我离家之时，未曾听闻二位的名字。按说当时，你们应该已经出生了，但我们却听过前辈的名字——七剑追星苏邪墨，曾经的代号是追魂鬼。因为你可以为了杀一个人而追上3000里。不过，听说前辈已经死在了漠河之外的荒漠里。没想到竟然身处家园啊！我活了下来，只是失去了做杀手的资格。大家长怜悯我，把我安置在了家园，保卫家园的安全。对了。你们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是无名者，但我现在已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而我身边的这位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杯茶当由你来喝。那我便却之不恭了，小娜。你已经知道姑派人去找楚河的事了？是陛下故意让臣知道的吧？是啊。楚河当初和叶将军交好，姑在想，若叶将军知道了楚河的下落，或许能助姑一臂之力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现在既然愿意现身，或许他愿意回到天启了。叶将军真的是这么想的？哼，我若是陛下，就不下什么旨意了，直接带着军队把雪月城给围了。哼，呵呵。这确实是叶将军的行事啊，可是姑害怕逼得太急了。哼，以那孩子的性子，他又要对抗姑了。唉，这几年，姑禁不住总要想起过去，对楚河的愧疚，也是越积越多呀。偏偏这孩子又是个倔脾气。姑没有找他，他竟然4年消失得无影不踪。姑害怕错失这次机会啊。姑想要把楚河带回宫里的事，怕是瞒不了多久，还需叶将军替姑多费心了。是，陛下放心。退下吧。
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陛下让白王传了道口谕，召萧楚河回天启。我早就猜到了。这个人真要回来了吗？那也未必。你的选择是？泰安殿牌匾上，龙峰卷轴内写的谁的名字，我的选择就是谁。可那卷轴上还没有写字。而我们可以最终影响写在卷轴上的名字究竟是谁？我提醒你们，5大监奉命行事，不要说大逆不道的话。哎，我只是说影响，又没说指定。金仙太过敏感了，不是？谨言说的没错，若是以前，我们可以等圣上来定夺。但六皇子萧楚河重新出现，这一切全变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中间有的人是白王的授业恩师，有的人是赤王的门中贵客。萧楚河的出现对你们来说，是最大的威胁。嘘，你不该在未和我们商议之前就把消息告诉陛下，更不该还没搞清楚那个人是否是真的萧楚河的情况下，没错。告诉我们，于师国那事的原委，那人是萧楚河的可能性究竟有几分？你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嘿，皇子之事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？大见。近1年来，有几十批人马先后离开了天启城，他们都去了哪里啊？他们分别去了雪月城、无双城、木梁城、江南雷家、蜀中唐门、岭南老字号温家、望城山、武当山、少林寺、云林寺，甚至去了方外之地的天外天，以及无处可寻的暗河。是啊，几乎所有的武林大家、白赤两王都派了人马前去。如今这朝堂上的纷争还没有结束，江湖上的争夺已经开始了。没错，你们说得对。谨言啊，你刚刚是说想要影响卷轴上的名字？哎呦！哎呀！大剑呐，大剑！谨言一时妄言。你知道就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心思，但是5大监以圣上的圣意为准，圣心难测，伴君如虎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方可长久留存。如果谁想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就趁早退出5大监。属下不敢。虽然你不曾做过选择，但我知道，你一直很欣赏六皇子萧楚河。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呢？这些皇子，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只因为我们的利益驱使，才让他们变成今天这副模样。哇，我的书！二哥，我来。楚河，你小心一点啊。二哥，你就别看书了，你看书都湿了，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吧。楚河，你天天被学堂老师骂也就罢了，还想害得我也被骂。二哥，
其实啊，这书的内容我早就会背了，只不过是亲着老头儿罢了。啊，嘿，别吃！你看你那手脏的，回去洗干净了再来吃。听二哥的。不能吃。什么不能吃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来。哟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事求我，说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问问你，那个王爷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尹长老说你们还是同窗呢。叙旧闲聊，没什么正事。行，你有秘密瞒着我们也没事儿，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。那个，比武招亲好不容易结束了，一桩大事了结，要不去城里逛逛散散心？说正事。我好久都没见叶姑娘了，我想你陪我去串串门呗。没出息，你自己去找她呗。我多不好意思啊！司空千洛跟她是好朋友，你找司空千洛。前段时间我去找过了，他不在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来了是吧？不是，萧瑟，你就陪我去一趟吧。你昨天那洒脱劲儿去哪儿了？你把这些都吃了，咱们再聊。啊！萧瑟。这顶好的红山朱颜，若是再多煮一刻的话，便会失去它最好的滋味了。参见殿下。我和臧明在城中闲逛，忽然闻到了这股茶香。我还在想，这雪月城中，谁还会喜欢喝我们天启城中的茶？却没想到，还是如意姑娘。许久没有见过家乡了，便想寻一下家乡的味道。殿下见笑了。不准备请我喝一杯吗？殿下请坐。萧瑟，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，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
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，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啊，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。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这凭什么让我做朱雀啊？听上去好娘啊！我要做青龙。不行，青龙是我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就是个代号，朱雀怎么了？长风，你看啊，连月他抽了个王八，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想揍你！阿爹，啊，阿爹，千洛，你找我？来，坐坐坐。萧瑟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有没有谢过人家？谢过了，谢过了。你女儿我这点礼节还不懂呀？是我的乖女儿。哎，千洛，你说萧瑟这臭小子，平时处处跟你作对。可是这次你比武招亲呢？你看他忙上忙下的，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哎，你觉得萧瑟这小子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！阿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呦，千洛，我是你阿爹，心里怎么想的，跟阿爹说好不好？啊？哎呀，哎，好精致的令牌啊！爹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要送给我的呀？送给你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你一旦拿起这块令牌，你可要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了。什么责任啊？说起来话长啊。若依姑娘。本王所托之事，还请多费心。啊，若依记下了。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告辞。藏明，我们走。萧瑟。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我们合不来吧。你喝完了吗？喝完咱们就走。啊，不妨多坐一会儿吧。对嘛，若依姑娘都邀请了，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。对了，我昨日去药房取药，听到他们在讨论登阁的事情，不如你们给我讲讲。哎，说起这登天阁呀。我一人直冲16层问见雪月剑仙的故事，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！只见那13层守阁者骆明轩，他不和我比武艺，他要和我来一个赌局。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，我用尽了雷门所有绝学，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那一柄纱布剑。
到了16层，我登高一吼，霹雳堂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剑仙。哎，等等，这登阁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？萧瑟兄弟呢？他在干嘛？哎呀，他呀，他在跟千洛师姐捉迷藏呢，还去算了个命。对，算命？算什么命？哎，对啊，萧瑟，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？我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龟。龟？那结果如何？没有结果，因为算到一半，我后悔了。既然你都去算了，为什么不问结果？因为后来我发现，我要算的这件事，我一直都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他肯定是在乎钱啊！那望城山的掌教弟子算一卦得多贵啊！你说的对。啊，还真是因为钱啊！你这登天阁的事迹也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3句不离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若依姑娘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。日来也无妨的，我这院子里冷清，你们来了还能陪我说说话。行，那我明日就来，不，明早就来。走了。走了。龟。当年北离朝中皇子争斗，整个天启城无比混乱。琅琊王召集了4名绝世高手，组成了天启4守护，誓要重安天下。阿爹我便是其中的朱雀使，最终我们成功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当年阿爹你拿到这块令牌时，就承担起守护天启的重任，而如今天启安稳了，王朝也换代了，所有的守护使也要找新的传人，而这个新的传人，将要守护的，就是6皇子萧楚河。千洛，你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？我的女儿就是聪明，3言2语就听得明明白白。那我现在就决定，这块牌，我拒绝。我记得从我出生的时候，阿爹就没去过天启城吧？没有。那自然，你也不知道萧楚河了。可那萧楚河是琅琊王所看重的，他……我不管他看中的人是谁，我司空千洛若要守护，只会守护我自己看中的人。你，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，我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。唉，阿爹，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。